大家下午好，今天是6月30号。那么今天下午聊的第二只股票，同样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啊，也是咱们的一只港股，叫瑞普蓝军。那这里先说一下结论吧。整体来看，目前我只能把这只港股从相对低位 8.80 附近开始向上的走势看成一个 ABC 的反弹。那也就是说，短线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上涨机会。但是中长期不好说，为什么？因为这只港股从上市至今才仅仅1年半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波浪理论的分析，它是以 K 线为基础的 ，K 线的根数越多对于波浪理论来说的话，支撑的依据越稳定。那么当前由于这只港股它缺少更多的 K 线，所以此处我们仅仅是的把它当成一个3波的反弹形态来看待。那下来我们具体来聊一聊这只港股后期向上反弹的目标在哪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上市之后它整体之前是围绕这个23低点是在 12.40 这样再做一个宽幅震荡。但是在去年年底的11月份，它最高是从 24.40一口气跌到了低点是在 8.83， 在较短的时间内跌幅也是比较大的，那大概是剩下了1/3。那从 8.83 我们看到整体它是出现了一个3波反弹 ABC 的一个雏形。首先它第一次的反弹它是走了一个3波形态这里我们先定义它为 A1 A2 A3 整体这是肯定是一个 A 浪。之后从这个 A 浪的高点向下基本上回探到了之前的低点，但是并没有跌破。这整体走势它也是一个3波形态的一个 B 浪 B1 B2 B3， 这是一个 B 浪。那其实当下它就是处于这个 C 浪当中，但是目前来看这个 C 浪整体向上的反弹走势应该没有结束。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 C 浪，C1 C2 C3 这是一种相对中性或保守的一个看法。那就是说这里可能是 C1 C2 目前就处于这个 C 浪3当中，后期极有可能向上是靠近前期 A 浪的顶点这个位置，或者说是 0.382 的位置。那大概这个区域是位于 14.2 到 14.7 这个区域，这可能是 C 浪3的一个主要的或关键的落点 14.20 到 14.70。 如果后期因为某些消息面的刺激，它当然 C 浪也会发展出一个5波形态，继续走 C4 C5， 那最后可能会看到黄金分割 0.5 的位置，也就是 16.60。 所以两种预期目前看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具体后期市场会选哪一种，我们还是要等待市场的一个验证。 C5 因为它走3波也成立走5波也成立，但是我们从目前的价格来看的话， 11.64 涨到 14.2， 大概的空间是有一个 2.6 到 3.1 这样一个比较保守的目标的一个区域所以也就为什么说这只港股我个人认为它更多的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机会波段机会可能没有，因为毕竟从这个相对低位9块钱附近涨起来的幅度也是比较多了。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那么本期关于这个港股瑞普蓝军的波浪结构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